帮教父阴沟里翻船进了监狱，但在那不勒斯这个地界儿，彼得教父的大名谁人不知。狱长知道彼得是个刺儿头，特意警告他不要惹事。彼得走进监区，两边牢房的人都争相挥手打招呼。他被安排在一个8人间牢房，里面的人看到他进来，连忙起身铺床倒水。很快，彼得就和几个狱友熟悉了，一个叫帕斯的男孩更是对他崇拜的不行。但彼得一心挂念着帮派的情况。这天，监狱警长给他送进来一本书，还告诉他儿子阿斗已经出院。教父翻开书后，发现了一部手机，原来是希罗托警长带进来的。此时，帮派元老们都已聚集在一起，等着教父的消息。教父给希罗打来电话，向众人一一做出安排。长毛叔向他汇报，自己已经联系了一个新的大麻供货商，但对方要求亲自和彼得教父对话，否则不敢和孔特作对。彼得答应让他们中午1点见面，到时候等自己的电话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狱警过来的声音，连忙挂断后把手机塞进裤兜里。2名狱警看到他和帕斯，让他们靠墙站好。帕斯知道教父的手机一定不能被发现，于是朝着狱警走过去，抬手就是一拳，然后就被2人揍了一顿。一名狱警控制住帕斯后又走了过来，开始搜彼得的身。帕斯眼看狱警就要摸到裤兜，又开始故意发疯。搜身的狱警没有再继续，压着彼得跟了上去。彼得刚回到牢房，狱警们就开始搜查房间，牢房里的犯人都被关进了转移房里。此时，希罗和长毛叔已经和供货商见面，他们让对方在这里等彼得的电话。彼得心里也惦记着这事，在转移房里等得焦躁不已。供货商眼看早已过了约定的时间，也没等来彼得的电话。希罗和长毛只能让他们明天再过来。狱警的搜查终于结束了，犯人们被分别带回各自的牢房。彼得的书和手机都被搜了出来，于是狱长给他升级了单人豪华房。彼得无奈地在单间里住了一晚。第二天，希罗、长毛和供货商再次碰头，但依然没有等到彼得的电话。供货商彻底放弃了和他们的合作。狱警把彼得送回了原来的8人间。彼得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带头把罐头扔到牢房外。其他牢房的犯人也有样学样，顿时整个监狱成了垃圾场。赶来的狱长也无计可施，只能让狱警把牢房的铁门都关上。很快，探视时间到了，太后带着儿子阿斗来看彼得。彼得得知新供货商不干了，只能让他们另找一个新的。探视结束前，彼得让儿子支棱起来。阿斗第一次感受到了老爹的重视。既然彼得一时半会出不来，希罗想起彼得入狱前给他2把手的承诺，开始带着阿斗四处学习。2人带着厂子里收上来的钱去找财叔。阿斗让财叔确保资金能随取随用。财叔提议拿这些钱去买芬兰国债，能保值有利息的同时还能随时变现。2个人也不懂这一套，只好同意了财叔的提议。离开前，阿斗一直盯着财叔的性感女友。希罗发现后，想起了阿斗之前在隔壁地盘搭讪的金发妹，于是决定想办法满足一下小阿斗。回去的路上，希罗教导阿斗，财叔之所以能拥有香车美女，都是帮派给的。看阿斗一点就通，他很欣慰。真的，a me attenzione, non ci fermi nessuno。当晚，阿斗在自家夜店里玩，希罗果然把金发妹带了过来。阿斗带着金发妹兜风，旁边小弟们不停地起哄。阿斗终于感受到权力带来的快感。他带着金发妹来到一户人家的阳台，然后请来当地的著名歌手，特意为金发妹献唱一首。干事业不行的阿斗这方面却很在行，妹子被感动得不行，当晚就跟着阿斗回了家。太后听到声音出门一看，发现儿子带着陌生女人回家，把他叫到一旁想要训话，但他哪里知道，现在的阿斗已不再是那个混世魔王。太后的心里不由得打起了小算盘。老黑扛着自行车来到路边，等到警车前来，他直接将自行车砸了上去，就这样如愿进了监狱。他进来的目的是要和这里的黑帮教父谈谈。自从彼得教父入狱，那不勒斯的黑人帮赶到，彼得家族对这片地区的掌控力大不如前，于是黑人帮老大派老黑前来，想要说服彼得下调之前缴纳的50%抽成。但彼得根本不屑于跟这种小角色说话。彼得约见自己的律师，说监狱长一直在针对自己，他要尽快离开这里。但律师说庭审被推迟到了9个月以后。彼得实在忍受不了这么久，于是让律师帮自己提交了一份转监申请。黑人帮老大那边得知彼得不和老黑谈，一气之下来见彼得手下的2大元老，不止带来的抽成少了一半，还扬言以后想交多少就交多少。太后到监狱探视彼得时，把消息告诉了丈夫，还建议彼得接受谈判，以免在家族不稳定时多生事端。但彼得坚持不能下调，否则其他下家都会争相效仿。他让希罗带着儿子阿斗到黑人区转一圈，看能不能在外面给他们点教训。希罗得到命令后，带着阿斗去了黑人区。可阿斗看到满街的黑人后，觉得家族应该巩固自己的地盘，至于黑人区就让给黑人帮去管，能拿多少抽成就拿多少。他和太后探监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彼得。彼得对儿子的软弱有些无语，
他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来收拾黑人帮。这天犯人们都在外面放风，老黑示意要把抽成降到25%，看彼得依然没有理他，就叫了一个小黑过去传话，说以后的抽成都不交了。彼得还是没有反应。放风时间结束，彼得给旁边的刺青男使了个眼色，然后带头往回走。犯人们正在排队时，刺青男掏出一把小刀，扎在了小黑的腰子上。老黑看到后知道光动口不行了，他回到牢房，用刮胡刀里的刀片和牙刷做了个简易小刀，趁彼得手下洗澡时摸了过去，利索的几下把对方划得满身是血。狱长猜到两件事都和彼得有关，于是给彼得升级成永久的单人豪华间。可彼得似乎早知道会这样。Non c'è problema, comandante. Io posso fare a meno di tutto, ma voi siete sicuri che potete fare a meno di me? 狱长很快就知道彼得的话是什么意思了。虽然彼得被关在单间，但监狱里的暴力并没有减少。当天犯人们再次排队出去放风时，两个白人悄悄拿出匕首，准备袭击老黑和小黑，不料对方早有防备，反手把两个白人划伤。狱长不得已又把彼得从单间里放了回去。很快律师又来找彼得，告诉他转监申请被拒绝了。彼得猜到一定是狱长捣的鬼，于是决定在监狱里搞点事情。这天晚上，彼得的牢房里发了大水，众人等到时间差不多了，这才开始高声呼叫狱警。于是牢房里的几人被暂时分到其他牢房。在彼得的授意下，他被安排到老黑的牢房暂住。彼得告诉老黑，以后黑人帮的抽成降到30%，前提是让老黑明天帮他个忙。第二天放风结束后，狱警们押着犯人回牢房，犯人们突然发难，轻松把几个狱警制服，然后把他们关进牢房，又堆上各种东西堵住铁门，拿出床垫被照点着。狱长听说犯人暴动，连忙赶来，但也只敢和狱警待在铁门外。他拿着喇叭喊犯人们回去，但根本没人理他。直到彼得伸出双手示意，犯人们才停止了喧嚣，乖乖地扭头回了牢房。经历过这场暴乱，狱长终于意识到监狱里谁才是老大。他把彼得请到办公室，答应了彼得提出的条件。随后狱警来到老黑的牢房，告诉他要被转到别的监狱。彼得解决了监狱里的狱长和老黑，接下来自然就是对外面的黑人帮下手。两辆车亮着警灯来到黑人区，西罗和老马穿着警服走下车，端起枪开始扫射。毫无防备的黑人们四散而逃，两人分头追了上去。车里接应的阿斗看着地上的尸体，吓得花容失色。他鬼使神差地下了车，往前走了几步，刚好碰到回来的西罗。西罗连忙招呼他撤离。两人来到一个垃圾场，西罗一边烧毁车子，一边对着阿斗大骂，怪他没有待在车里确保车子不熄火。阿斗坦诚自己当时很害怕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西罗眼见老马已经过来会合，连忙交代阿斗 Tu non temi se paura. Hai capito? Tu sei scesa in da macchina perché volevo fare piazza. 他终究是想帮这个发小在帮派元老面前树立威信。这次屠杀是彼得教父的主意。他在监狱里搞定了狱长以后，再次拿到了西罗送进来的手机。随后彼得就给西罗打电话，让他带人去找黑人帮的麻烦。西罗接到命令之后，决定带上彼得的儿子阿斗去锻炼一下。尽管教父曾承诺让他当阿斗的二把手，但阿斗现在还完全无法服众。他哪里想到阿斗这么不堪。这次屠杀后的第二天，黑人帮老大又来找两个元老，乖乖补上了之前少交的抽成，再也不敢提降低抽成的事。彼得家族在那不勒斯的掌控力愈发牢固，牢里的彼得不由得开心地唱起了歌。不料随后狱长就来找他，告诉他律师正等着见他。彼得见到律师才知道自己的转监申请获批了，但却被转移到了意大利最严格的监狱，那里专门关押最高级别的犯人。律师告诉他这一切都是个圈套，狱长之所以故意让他拿到手机，是因为那部手机已经被监听。彼得下令屠杀黑人区，证据确凿，一切都没有了挽回的余地。不久后，太后带着儿子来新监狱探视，看到彼得状态还不错，放下了心。阿斗又开始了纨绔子弟的生活，豪车美女好不快活。但西罗意识到彼得的时代结束了，他在新监狱里没办法遥控指挥，自己要尽快帮阿斗成长起来。他告诉阿斗，帮里现在困难重重，自从彼得下令端了孔特的仓库，孔特就跑去了西班牙，彼得家族从此失去了孔特这个货源，找新的供货商又很不顺利。阿斗想要成为新的掌舵人，就要赶快解决货源危机。次日，阿斗和太后一起去找财叔，让他尽快把之前买的国债套现。财叔表面上答应了下来，实际上早把这些钱挪为己用。反正彼得现在人在监狱，不懂理财的孤儿寡母还得依靠他。太后和阿斗等了2天还没拿到钱，直接找到了财叔的家里。财叔显得有些慌张，他解释巨额交易需要几天时间。西罗听说之后找到阿斗，告诉他不如把资金交给自己管理，毕竟自己才是阿斗的发小，肯定比财叔这个人可靠。阿斗觉得西罗说的有道理，回去
就把这想法告诉了太后。太后一听就知道这肯定是西罗的主意，她从来就不信任西罗这个外人，必须找个机会把西罗干掉，自己才好继续垂帘听政。她让律师去调查财叔，果然发现财叔在偷自家的钱，于是找到财叔，让他尽快把钱转回来后去自杀，否则就干掉他全家。财叔办好钱的事，失魂落魄的回到家，女儿的18岁生日也没心思去应酬。他回到卧室，走上阳台，直接从楼上摔了下去。太后处理好了钱的事，叫儿子一起去监狱看彼得，但阿斗一心想逍遥快活，让太后自己一个人去。西罗知道后非常生气，责怪他不该让太后掌管一切。阿斗厌烦了总是被西罗吼来吼去的，于是拿出老大的做派，命令西罗跟太后一起去监狱。太后把财叔的事情告诉彼得后，出来谎称彼得安排西罗去西班牙，让他说服孔特继续供货，这显然是要西罗去送死。但西罗也不敢违抗命令，只好独自去西班牙碰碰运气。西罗被孔特一把推入海里，眼看着游艇渐渐远离，不由得开始后悔接受这个荒谬的任务。1天前，他按照太后的要求，从意大利来到西班牙，说服孔特放下之前2家的仇怨。西罗自然意识到这是太后的主意，毕竟自己曾经烧过孔特老妈家的房子，但太后谎称这是彼得教父的命令，他只好乖乖照办。孔特派司机大洋把他安排进酒店后，一直把他晾了1天，第2天才让大洋带他来见面。孔特见到西罗就把他带上游艇，一直开到海上，然后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西罗在海上漂了很久，终于等到一艘游艇朝他开来，随后被对方救了上来。原来这是孔特派来接他的。孔特让西罗来自己的夜店，向他表示刚才是为老妈报仇，现在2人扯平了。西罗想和孔特谈谈，让他继续给彼得家族供货，但孔特根本不想再和彼得家族做生意。西罗连忙表示现在彼得进了监狱，帮派由彼得的儿子阿斗说了算，但孔特很清楚阿斗是什么德行。2人从夜店聊到孔特的家，孔特一直没有松口。西罗还想细数合作给孔特带来的好处，突然孔特的仇家找上了门。好在孔特的手下及时赶走了杀手，2人在枪林弹雨中都受了轻伤，好在没有性命之忧。一直没有进展的西罗想返回意大利，孔特却又打电话要和他继续谈谈。2人见面后，孔特表示以后可以合作，前提是西罗帮孔特去和仇家谈判。原来这里海岸边有块地，俄罗斯帮的人想买来建个码头，但却被孔特捷足先登，于是毛子们一怒之下来暗杀他。孔特被对方的火力吓怕了，想派人去和谈，又不想手下去送死，于是想派西罗去谈，让他说服对方合作建码头，到时候6-4分成。骑虎难下的西罗只好硬着头皮去试试。俄罗斯帮的老大见到西罗，以为孔特同意出让那块地，西罗却表示孔特只是想合作，他私自提出5-5分成，但老大却想自己独占这个生意。西罗连忙表示孔特在当地根基深厚，认识很多政界人物，哪怕俄罗斯帮拿到那块地没有关系的话，也建不起来。老大一听也有道理，随后拿出一把左轮，取出里面的3颗子弹，让西罗玩俄罗斯轮盘，如果他能活下来就同意合作。西罗明白自己没有选择，只好拿起枪。好在他的外号叫命硬仔，老天爷又一次给了他运气。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西罗走出大楼，迎着晨曦来到海边，大喊着跳入海水里，宣泄着紧张的心情。当天孔特得知他竟然奇迹般的完成了任务，虽然不是自己提的6-4分成，但已经是个不错的结果了，于是同意了向彼得家族供货。西罗九死一生回到意大利，正准备继续辅佐阿斗干一番事业，不料却听手下说阿斗消失了，不知道被太后送去了哪里。西罗这才意识到太后不想再垂帘听政，而是要自己上位成为帮派女王。这个女人野心太大了，趁着教父老公进了监狱，她把儿子阿斗送去了洪都拉斯，让他去联系新的货源，又把儿子最要好的发小西罗派去西班牙，让他去完成一个相当于送死的任务。于是太后摇身变成了那不勒斯黑帮的女王。西罗从西班牙九死一生回来，完成了和仇家孔特的合作协议，给无货可卖的帮派带来了新的货源，不仅没有受到太后的重用，反而被排挤出了核心圈，连高层会议都不让他参加。太后上位后就决定大干一场，她在会上决定要把零售价降低2成。元老们提出这样会惹恼其他帮派，但太后却置之不理，还让他们去找一个安全的零售据点。会后西罗找太后理论，太后却说对他另有安排，没有阿斗在身边，西罗也只好暂时等着。
随后太后找到了新据点，安排西罗去负责管理。西罗一听就懵了，自己是跟着教父打江山的元老，竟然被派去干小喽啰的差事。他心里生气，但也不敢发作，只能暂时接受这个安排。西罗带着一群小弟忙活了几天，新零售点做好了准备，开始卖货。相对便宜的价格一时吸引了无数瘾君子。可西罗在这里干得很是窝火，太后甚至都不直接和他对话，经常派一个小喽啰来和他对接。这天西罗正向小弟布置任务，突然自己的车子爆炸了，这显然是因为太后的降价策略，引来了其他帮派的不满。西罗向太后提出要以牙还牙，其他元老们也认为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但太后坚持这次袭击不是针对西罗个人，而是针对整个帮派。她让西罗回去管好自己的据点，不准他参与报复行动，这把西罗气得不行。太后派了老马前去报复，一群大人正在看小孩们踢足球，老马带着手下轻松干掉了2个人，其他人显然对帮派仇杀习以为常，淡定地带着孩子们离开了这里。这次反击又引来了更强烈的报复，对方向警方举报，导致西罗的据点被扫荡。幸好他事先准备充分，才没有大的损失。为了避免冲突升级对生意不利，太后决定自己去和其他帮派老大谈判。元老们觉得主动求和是在示弱，但太后坚持要去见面。西罗忍不住问阿斗去了哪里，什么时候会回来。 Ecco te non porta il tero sta Gennaro. A che ti serve Gennaro? Tu devi dire che quando torna Gennaro cambia qualcosa per te. Tu rimani a rodaggio misia. Muto. 西罗简直要被气得原地爆炸。太后的谈判倒是挺顺利，原来阿斗在洪都拉斯谈好了货源，太后手握2家的货源，自然就能制定游戏规则。这次成功让他更加得意，果然自己当女王还是比垂帘听政更爽。但他还没料到，女王时代马上就要过去，这个男人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原本是个纨绔懦弱的黑二代，被太后送到洪都拉斯深造几个月，一夜间变得恐怖又冷血。这天晚上，太后正睡得香，被房子里的枪声惊醒。她小心翼翼出去查看，发现她的拉布拉多倒在地上，凶手竟是从洪都拉斯刚回来的儿子阿斗。原本属于自己的王位却被母亲偷走，难怪阿斗如此生气。他回来之后要做的就是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。阿斗先是找到好朋友小米，让他去竞选市长，可现任市长老法是个家族推选的，包括阿斗所在的家族。他在市议会选举中得到了3万票，而小米只有可怜的900票。但阿斗坚持让他去竞选，小米只好答应试试。阿斗直接召集元老们开会，让他们以后只向自己汇报。还没开始谈事情，餐厅服务员就跑来和阿斗套近乎。原来他是阿斗的小学同学，想托阿斗的关系帮忙找个活干。他以为阿斗还是那个任人欺负的软蛋，当着众人的面聊起阿斗小时候的糗事。阿斗托辞正在忙，等开完会再说。老马看阿斗开始主事，开口帮西罗求情。这段时间太后执政，西罗一直被排挤在核心圈子之外，长毛叔也为西罗打抱不平。但阿斗却岔开了这个话题，他表示自己想让小米去竞选市长，那样的话，市政建设涉及的几千个工作岗位不再有几个帮派瓜分，而是全归自己帮派所有。长毛叔对他这个激进的决定很不满，那样相当于和所有帮派为敌。阿斗看说服不了这些元老，索性直接扭头走了。然后外面就传来了枪声，几人下去一看，原来是阿斗杀掉了那个服务员同学。这个曾经连枪都不敢拿的阿斗，现在已经成了冷血的恶魔。西罗追上去质问阿斗，两人曾是一同长大的好兄弟。西罗一直想成为阿斗旁边的2把手，但阿斗却表示两人不是兄弟，他想要向元老们证明自己一个人也能干成大事。西罗没想到自己好不容易熬到阿斗回来，却没有等来该有的重用，他开始产生了自己当老大的想法。不久后，阿斗靠着家族人脉，用了自己的一些手段，成功的帮小米当上了市长。阿斗借此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真正成为帮派的掌权人。太后也只能退居深宫，但西罗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他在摩托车修理店找到小杨，这个小伙子是孔特司机大杨的弟弟。西罗向他表示自己想找个心腹，小杨欣然同意。小伙子哪里知道自己不过是一盘大棋中的棋子罢了。小伙来到楼顶，从包里拿出一把枪，瞬间觉得自己有了杀气。他学着别人的样子举起枪，好像全世界都臣服在他脚下。把玩了好一会儿，才把枪放回包里，然后把包藏了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小杨按约定来到一个 4S 店，师傅西罗和他的亲信大志从包里拿出枪。只见两人走进 4S 店，二话不说就开枪。1分钟不到，店里的几人就全部凉凉。小杨不想让师傅看出自己害怕，强装镇定帮他们保管好枪。这次任务是帮派老大阿斗安排的，只因这家店档
挡了帮派的财路。西罗向阿斗汇报之后，没想到阿斗竟然说他是个好兵。西罗既是跟着阿斗老爹打天下的元老，又是阿斗一起救过女孩头发的发小，哪里想到阿斗现在完全不念旧情，竟然把他当做一个打手。他心中更加打定了主意，要暗地里制造混乱，借机上位，因为混乱是阶梯。当天他找到新收的徒弟小杨，教他该如何用枪。第一次开枪的小杨感觉很兴奋，西罗趁机说带他去实战一下。他带着小杨来到一个仓库外，指着里面的秃顶告诉他，这个人是个欠钱不还的小人物，让他找机会杀掉秃顶当做成人礼。当晚小杨潜入这个仓库，胆战心惊的在仓库里寻找，发现秃顶果然在里面忙活，于是追上去砰砰2枪干掉对方。随后他找到女友一起到外面吃饭，却从电视里听到自己杀掉的并不是什么小人物，而是孔特帮派的重要人物卢梭。他连忙给师傅西罗打电话，质问他为什么骗自己。西罗问了他现在的位置后，告诉他这么做是为了不让他紧张，还让他赶快回去把报酬给他。小杨只好先把女友小柳留在这里，自己回去找西罗。到了地方，他发现是西罗的手下大志和小胖，还听到2人说要杀他灭口。小杨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。他找到好朋友阿布，让他帮自己去接女朋友小柳，又给小柳打电话说阿布会去接他。随后告诉阿布自己惹了大祸，要出去躲一阵子。阿布给他说了个偏僻的地方让他藏身。西罗这边半天等不到小杨，打他电话发现关机，知道他已经起了疑心，于是开车去小杨之前说的地方。小柳在这里等了阿布老半天，一辆车停在他面前，他没见过阿布，以为车上的人就是阿布，就这样被西罗带走了。西罗残忍地折磨了小柳半天，还是没问出小杨的下落。第二天，阿布来找小杨，告诉他自己没接到小柳。随后，小杨到外面吃饭，从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，一个女孩被拷打后活活烧死，女孩身上唯一的线索就是一个戒指。小杨一眼就认出那是自己送给小柳的，他瞬间把刚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。大杨正在开车，电话响了起来，他害怕老板孔特生气，一直没敢接弟弟的电话。孔特嫌他电话太吵，他只能接了起来，告诉弟弟小杨自己正在工作，让他先给老妈打电话。可弟弟说自己惹了大麻烦。大杨小心地瞟了一眼老板，告诉弟弟自己会尽快回电。孔特倒是很通人情，猜到他一定是急着回电话，于是借口饿了要去服务区。大杨终于找到机会给弟弟拨了回去，不料听到一个难以接受的消息，原来老板孔特帮李玉害的大佬卢梭是死于弟弟之手。这事要是让孔特知道，弟弟小命肯定不保。他装作若无其事地回来吃饭，孔特倒也没有多问什么。2人这趟从西班牙赶回意大利，正是因为卢梭遇害之事。孔特之前猜测一定是阿斗干的好事，自己不计前嫌给他们提供货源，没想到这家伙竟然恩将仇报。果然他的脑袋只是为了隔开2耳朵而已。当晚2人住在半路上的酒店，大杨在外面思考了很久，趁孔特睡着后偷偷溜进他的房间，拿起桌上的钢棍准备杀掉孔特来保住弟弟。不料孔特江湖中摸爬滚打多年，非常机警，大杨反而被孔特制服。为了保命，他连忙说自己知道是谁杀了卢梭。孔特得知真相后，告诉大杨，小杨一定是受了阿斗的指使，现在必然正在被阿斗手下追杀。2人只有先找到小杨，问出主使，才能救小杨的性命。第二天一早，2人就开始赶路。与此同时，阿斗也很生气，他已经知道孔特正在赶回意大利。虽然他不知道是谁干掉了卢梭，但孔特一定会把账算到他头上，于是让手下尽快查出真相。而指使小杨杀掉卢梭的西罗，想尽办法要找到小杨灭口。他让手下大志去找小杨的朋友阿布，自己则去找小杨的母亲，但2人都不知道小杨去了哪里。西罗知道一旦小杨被别人找到，那阿斗和孔特都饶不了自己这个老六，于是他找到阿斗，告诉他是小杨杀了卢梭，至于为什么自己也不知道。阿斗意识到和孔特的梁子算是结下了，毕竟小杨是自己帮里的人，为今之计也只能向孔特迎战。几个小时后，孔特和大杨赶到了小杨的藏身地，大杨特意感谢老板放过他们兄弟2人。孔特让大杨在车里等着，自己去问出小杨的幕后主使。小杨看到是哥哥带孔特前来，放下了戒备，告诉他是西罗欺骗了自己。孔特表示自己不会迁怒于小杨。精神高度紧绷的小杨终于放松了下来，然而下一秒孔特就直接干掉了他。车里的大杨见状连忙开车逃跑，孔特连开几枪还是没有追上，但这里毕竟是孔特的老家，大杨最终还是没能逃得出去。虽然孔特得知了是西罗下的令，但却不知道西罗是背着阿斗干的。2个帮派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，而这正是西罗想要的混乱。权力更替总是暴力血腥的，
阿斗虽然从黑二代晋升为老大，但手下的元老们却总是和他打擂台，尤其是长毛叔。阿斗想要向孔特家族开战，但长毛叔认为战争不利于生意，一时间支持阿斗的少年派和长毛叔等元老派吵得不可开交。眼看阿斗执意要开战，长毛叔直接扭头走了。其他元老见状也纷纷离开。和两派都有交集的西罗在离开前，还不忘给阿斗的火上浇点油，一边暗示元老们不尊重他这个老大，一边提醒他孔特肯定在谋划什么。阿斗的火气果然被勾了起来，他决定让外线安内。在他的授意下，几个少年找到长毛叔，借口他和孔特勾结，对他严刑拷打，最终一枪毙命。这件事彻底寒了元老们的心，他们商量着要背叛阿斗，投靠孔特。只有对老教父忠心耿耿的老马不太同意，他极力说服众人不要和少年派内讧，又请西罗去劝劝阿斗这个发小。西罗找到阿斗，又一次使出了拱火技能。他说元老们因为长毛叔之死，已经彻底倒向了孔特。阿斗也不想和整个元老派决裂，于是决定次日去监狱找老爹来调和矛盾。不料见到老爹，才发现昔日那个雄霸奈不勒斯的彼得教父变成了毫无反应的痴呆。而就在阿斗去监狱探视的这天晚上，少年派的几个人热血上头，私自跑到几个元老家里闹事，甚至还开了枪。元老们自然也不是吃素的，第二天一早就将一个少年当街打成筛子。阿斗回到家后，听说这事头都大了，太后建议他瞒着教父痴呆的事，以教父的名义把两派召集到一起。阿斗别无他法，只能照做。他先是为之前对元老们不够尊重而道歉，然后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对付孔特。聚会结束后，元老们又聚在一起，有的认为阿斗是在玩拖延战术，等到时机成熟还会对元老们动手，也有的厌烦了流血冲突，想要同意阿斗的提议。双方各持己见，于是都把目光投向了西罗。西罗巴不得奈不勒斯越乱越好，于是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。Amo offrire l'alleanza ai nostri racconti. Ama fa guerra a Gennaro. Prima che issa fa con noi. Pensateci. 就在西罗以为浑水摸鱼即将成功时，他的真面目却已经被太后发现。之前西罗为了找到小杨杀人灭口，装作小杨的朋友阿布去骗小柳上车，但当时小柳正在给阿布打电话，由于阿布的手机没电转成了语音信箱，小柳上车时电话并没有挂断，于是西罗当时威胁小柳的话就被录进了阿布手机里。事后阿布害怕离开了内不勒斯，然后把录音寄给自己的母亲。老太太收到后直接交给了太后，太后一听才知道一切都是西罗在背后搞鬼。当晚太后叫来自己的心腹，让他第二天把录音备份交给律师，确保自己去找西罗时他不敢对自己动手。次日一早，太后约见西罗，直接把录音放给他听。两人都知道这段录音如果泄露，西罗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太后借此威胁西罗，让他骗孔特元老们要和他联手除掉阿斗。等孔特出来时，太后会安排人去伏击。之后西罗要带着老婆和女儿远走高飞。太后知道西罗只看重性命和利益，一定会答应自己的要求。会面结束后，他趾高气扬地离开了，但他却不知道，昨天晚上西罗就得知他拿到了录音，自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于是这个曾经的教父夫人和帮派女王就这样突然间横尸街头。拿着录音备份的太后清醒，也同时被西罗派人解决掉了，解除了后顾之忧。西罗得意地向孔特表示，彼得和阿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未来属于他们两人。然而西罗却低估了太后这个女人，这也让他全家陷入了巨大的危险。意大利黑帮教父的夫人竟然被人当街射杀，帮派现任老大阿斗得知此事，忍着悲痛整理着母亲的遗物，无意中找到一张留给自己的光盘。他放出来一听，才知道是自己的发小西罗策划了他们和孔特帮派的战争。显然母亲是因为发现了此事，这才被西罗所害。阿斗找来手下的少年们，让他们好好安排母亲葬礼的同时，通知帮派元老们务必参加。手下顿时明白老大即将有大动作。此时西罗还不知道阿斗已经得知真相，他来到停尸房看望阿斗。阿斗看着昔日好友假惺惺的安慰，并没有直接戳穿他。他让西罗跟自己一起前往葬礼，在车上聊起西罗过往为自己做的一切。西罗感觉到了阿斗的异常。到了葬礼地点后，两人一起站在门口等候亲朋。帮派的元老们一个个都来了现场。西罗趁人多时慢慢走到了人群外围，听大致说周围并没有阿斗的手下埋伏，但他意识到阿斗一定有什么计划。他看到老婆和女儿过来，二话不说拉着两人就走。回到家之后，西罗让老婆赶紧收拾行李，自己警觉地盯着窗外。果然不大一会儿，西罗的手下就赶了过来，他连忙带着妻女逃到了楼顶。这些少年冲进房子没找到人，也很快跟到了楼顶。一番寻找后，发现西罗已经到了小区门口，一群人也没有事先守住出口，这智商也是感天动地了。西罗最终顺利转移到了海边的安全屋。与此同时，阿斗的行动全面开始。参加完葬礼的元老们在回家时都突然遇袭，只有素来警觉的
的老马发现了异常，他让家人赶快回到车上，自己拿枪和杀手对峙。两人互相对射一番后，老马趁机跑回车上，虽然身上中了一枪，但还是成功逃离了这里。当晚，阿斗和手下的少年们都住进了据点，以防被反扑的元老和孔特帮派各个击破。阿斗让手下准备和孔特帮派开战，同时放出消息悬赏15万欧元寻找西罗。第二天，阿斗手下们正待在据点房里，一个手下听到门口有动静，以为是敌人来袭，直接一梭子扫了过去。众人听到枪声都紧张了起来，他们小心翼翼打开门一看，发现只是一条狗，狗的主人是邻居家的小男孩。阿斗看手下惹出了祸事，当晚给小男孩买了个电玩来道歉。另一边的西罗则和几个亲信碰头，商量着要联合孔特来对付阿斗。他来到孔特的据点，孔特见他没斗得过阿斗，还把自己帮派也拉入了战争，当即就要干掉西罗为死去的卢梭报仇。可西罗表示自己有办法一举干掉阿斗，孔特又一次相信了他。当天，一个男人找到阿斗的手下，表示自己可以提供西罗的线索。原来他和西罗女儿同在一个合唱团，晚上就是合唱团的汇报演出。手下立马回据点告知阿斗，阿斗临时制定了行动计划。由于剧院里都是小孩子，他决定自己进去杀掉西罗，让手下们在外面守着。部署完行动后，手下们立即出发。阿斗还准备带上邻居家的小孩，以便能顺利进入剧院。虽然男孩的妈妈极力阻拦，但男孩却很崇拜这个黑帮老大，自己跟着阿斗走了。阿斗手下的少年们前往剧院的路上，车队途经一个隧道，突然一辆厢货车停下来堵住了去路，车上下来几人对着轿车疯狂射击，少年们措手不及之下被一锅端了。随后孔特前来查看了一番，却没有找到阿斗的尸体。此时剧院里的演出已经开始，西罗正和老婆在台下观看时，接到了孔特的电话。他得知阿斗没死，顿时慌了神，连忙让老婆带着台上的女儿离开，自己到剧院门口查看。阿斗这时已经带着小男孩顺利进入了剧院，他把小男孩留在道具室，独自从侧门来到演出大厅，正好和西罗老婆面对面。西罗在门外没发现异常，回来刚好看见了阿斗，阿斗也发现了西罗。在人群慌乱的瞬间，两人同时开枪，但西罗终究是久经沙场，更胜一筹。两个发小的决斗最终以西罗的胜利告终。西罗连忙带着老婆孩子离开这里。习惯于到近处补枪的他，这次却没有往阿斗身上补枪，这也为第二季的故事留下了伏笔。